刚进宫就碰到这种事，可差点没把我给吓死。不就是个玉如意吗？至于如此吗？我适才瞥见玉如意上有几个字，忠魂是什么意思啊？忠魂？你竟然看见了这2个字？嗯，听见300忠魂，你们什么都想不起来吗？你说的莫非是忠义林？这可是宫里的禁忌啊！什么事啊？你们快跟我说说吧！若是不小心犯了禁，可怎么好？这已是20年前的传闻了。话说，那平南王本是先皇之弟，在皇位争夺中落败，被元遣封地。孰料他并不死心，暗中养兵，于20年前挥兵北上，直取京城。平南王重兵包围了整座皇宫，先皇彼时因出宫养病而避过一劫。然而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娘娘，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圣上，却还留在宫中。与他密切的，还有正巧在宫中的燕夫人和定妃小世子。平南王杀入皇宫，却没见到太后娘娘与圣上的踪迹，所以怀疑是宫中有密道，让他们逃窜出宫了。但叛军已然围城，太后娘娘与圣上若此时从宫中逃出，必要经过各处城门才能出城。叛军是以立刻派重兵把守城门，一个人也不放出。那平南王对先皇恨之入骨，不找到圣上不肯罢休，于是便派人全城搜捕，凡遇到孩童，不由分说全部抓起来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平南王让工人来认人，天寒地冻，孩子们衣着单薄，跪在雪地，可其中却无一人是真身。不是，也不是，不是。平南王大怒，遂下令限时3日之内将太子交出，否则那些被抓起来的人性命难保。传令下去，3日内将人交出，否则本王就把殿前这些人尽数屠戮！尽数屠戮！紧要关头，定国公府年仅7岁的定妃小世子挺身而出，自冒储君之名，以换平南王手下无辜百姓的性命。然而，都杀了，包括定妃世子。那后来呢？怎么样了？后来，定国公与永义侯援兵击退了叛军，收复了皇城。那平南王逃窜前，放了一把大火，企图毁尸灭迹，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。再后来，先皇下旨厚葬这300忠魂，立碑于白果寺后山，定妃世子也在其中。他们乃是为救太子而死的英雄，所以白果寺碑林又被称作忠义林。这些年，太后娘娘每每想起此事，都会心痛那些无辜的生命，因此从不让人提起此事。既是心痛无辜，但应该是愧疚才对。今日太后的神情强壮，可不像是有愧啊。可是
是，平南王抓了无辜百姓，不就是为了逼出圣上？小世子都代替圣上出来了，干嘛还要赶尽杀绝呢？那平南王本就是暴虐无度的反贼，兴许他杀人只是为了泄愤。姚姑娘，你说呢？我说不好，但我觉得就算是反贼，也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啊。当时300无辜性命握在平南王手上，薛小世子挺身而出，一是为天下之义，二是为臣子之忠。这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作为，实在令人钦佩。那这薛世子算起来，不就是薛姐姐的兄长啊？没错。定妃世子除了是薛氏之子外，其生母还是永义侯燕牧的姐姐，乃是前所未有由2大氏族共同孕育的血脉。哎，这事我知道。燕夫人丧子之后伤心欲绝，当年便与薛国公和离，回了永义侯府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燕氏与薛氏似乎也是这件事情之后才没有往来的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当年老定国公西夏本有3子，原是轮不到如今的薛国公袭爵的，但后来薛国公求娶了燕夫人，有了燕家的支持，这才扭转了劣势，赢得了爵位。但当年燕夫人去世后不过3月，薛国公就又娶了新的夫人。原本呢，这偌大的国公府也的确需要一个女主人来打理，为发妻守个个把月，再续弦也无可厚非。可偏偏新夫人在进门后不足7月，便产下了长子，这就有点耐人寻味。姚姐姐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薛姐姐是季氏早产的女儿？确实如此。都在胡说些什么？阿叔，对不起，我并非有意。我母亲虽是季氏，但也是明媒正娶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只是在这皇宫境内，你们倒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知道点不清不楚的就什么都敢议论，怕是嫌一颗脑袋在脖子上长得太久，活腻了吧？薛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非追着大家为一些旧事，才牵扯出来这许多。好了，须知你们今日之言，若被有心之人听到，一个也落不着好果子吃。明日还要上课，大家先散了吧。是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300宗浑案再惨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既与我无关，也与燕家无关，何必庸人自扰？黄仁礼，你入宫40年，当知宫中不养废物，内务府查不出，就整个皇宫查。哀家倒是不信了，那柄玉如意，难不成是凭空生出来的？滚出去查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其实儿臣觉得吧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皇兄不也说了吗？不能动摇人心。不过就是一柄玉如意，把它毁了便是。我们又何必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呢？一帮宵小胆大妄为，若不严加惩治，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乱子来。只凭一起行事，你将来怎么治理天下？儿臣本就无心天下，母后又何苦强人所难呢？你皇兄身体有恙，正时又生不出皇子来，你不继承大统，怎么要把皇位让给平南逆贼吗？
你不如现在就把哀家和你妹妹的命拿去。母后永远都是这样，儿臣甚至有时分辨不清，您到底先是太后，还是我们兄妹的母亲？你二哥，别说了。逆子！母后莫生气，儿臣今天不去上课了，就在这儿陪着您。风声这么紧，先生还要去宫里上课吗？昨日您已暂且化解了圣上的怀疑，不用如此担心吧？化解只是暂时的，只有表面上一如既往不动声色，才不会露出马脚。而且，昨日内务府查了一夜，只怕我们的人已经出事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得给他们传个消息才是。先生一人入宫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我让刀琴去追查宫一城的下落，让吕显盯着薛家跟燕家。你这边有任何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今日长公主告假，你们呢？就先学些基础的诗文吧。翻开第一篇，齐声诵背。溪谷成松，道岭集中。声音再大点儿。叠叠岩生，迷界丛丛。田思悠。江雪宁，你为何不读啊？先生，学生愚钝，这篇诗文颇为晦涩，光是诵背难解其意。不如请先生先行示意，我等才好学习。我只问你为何不读，让你说这么多话了吗？我让你们诵背就诵背。这学堂之上，岂是你能随便发问的？什么都不懂，还读什么书？去，到外面站着去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我若是什么都知道，便先砍了你的狗头，还要你做甚？这下一段呢，不如就请薛姑娘来领诵吧。薛姑娘，这一句里的“汪”字，向来比较生僻，但若想了解它的意思，只需跟先生，我知道。知道便好，知道便好。不愧为薛氏贵女，才学果然是过人呐！有你为长公主殿下伴读，我实在是放心，实在是放心呐！薛姑娘，请吧。渊行百丈，事无汪若，会许知之，何得由衷？渊行百丈，事无汪若，会许知之，何得由衷？翰林院看着武士权，却是天子近臣，科举选官、修书编史、起草诏书，都少不了翰林之职。薛家长着新武卫不够，将手都伸到这儿来，也难怪永义侯府斗不过薛家了。好，今日的课便上到这里了，你们稍作休息吧。谢大人，谢大人陈正2课的课，怎这般早就来了？今日谢某初次讲琴课，不敢懈怠，所以来得早些，为防万一，多做准备。不愧是少师大人，果然一丝不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辰了。进来坐下吧，摆好琴，稍后开课。
峨眉。停。文昭阁，可是谢微？谢微素来爱琴，本宫听闻，他那张琴，便是他自己亲手所着，名作峨眉。正是。点出何处啊？峨眉山北雪极目，方丈海中冰作湖的峨眉。这，方莹不知。不好了，谢微焚琴谋反，已联合燕翎大军攻进皇城。焚琴谋反？原来是一阵高明满帝都，归时还弄峨眉月的峨眉。好你个谢微！所以谢微上一次最终是当皇帝了，还是去弄那峨眉月了？莫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做了那么多，又造下那许多的杀孽，若是最终不当皇帝，下场恐怕好不到哪儿去吧。谢某知道，诸位姑娘，包括长公主殿下在内，都对琴有所了解，但谢某希望大家将往日所学全部忘掉，从头来过。琴道不易，有时其难更甚于读书。所谓3年小成，5年中成，7年大成者，乃以数论。然则，学琴是道，有了道，方能称得上有成。你等年岁不大，半年的时光，谢某实也教不了什么，但若能得其皮毛，略通其术，也算不差。先生说的这样难，那你学了多少年琴？现在算是什么境界呀？谢某自4岁开始学琴，如今勉强算是摸着门槛吧。那得学了有20多年，这才小成。我算愚钝的，诸位若是天资聪慧，有灵性，用不了这么久。琴道坐有规法，您二姑娘这坐姿倒是挺规范的。先生谬赞了。琴倒是一把好琴，弹一段高山吟，让我看看你的指法。高山吟？梅花弄一颗。先生见谅，学生不善弹琴。照本宣科总会吧。够了。做的这般架势，却弹成如此模样，宁儿，你是完全没学过是吗？不是先生说的吗？全当自己没学过，从头再来，重新开始。只可惜这把好琴落在你的手里。那要不我换一张烈琴？江雪宁，往日只知你顽劣，没想到如此不成器，还不出去！我站到下课，不许偷懒。说了不善弹琴，人无完人，这也要罚我。今日上2堂课，罚2堂课，真是倒霉到家了。
唉，连风都欺负我。不错，薛姑娘照着此法练习便是。不好好罚站，又在做什么？先生明鉴，学生好生站着呢，没有偷懒。这点小事也值得哭一场？我没有。不用逞强，我知道，想必是昨日在泰安殿吓着了吧？不是吧？原来谢微吃这一套。刚刚也不是有意要罚你，只是你的琴声过于刺耳，我怕打扰别人学习。我也知道这几日你在担心燕翎的状况，一时谈不好也能理解。行了，进去吧。哎，我本来就不会嘛。若是弹得极好了，我就不来学了。先生教书育人，怎生如此苛刻？那你还想怎样？虽然学生一心向学，然受天资所困，只能忍痛断念。不如先生就此免去了我的琴课。哎，不演了？不免就不免吧。不过先前答应了我要让我回去的，可不能出尔反尔。今日下学，单独留下，朽木尚可雕也。你这琴弹得如此之差，我作为人师，也应该好好费心教教你。我是百思不解，逆党好不容易渗透宫中，不刺杀不下毒，就弄个玉如意，再写些不痛不痒的字迹，有何意义？在殿下看来是不痛不痒，有言之，在旁人的眼里，不是一根刺呢。如今我是越来越不懂母后了。皇兄常年身子不好，满朝文武都还未提继承之事呢，他却几次三番的逼我，难道我的人生为他而活？那殿下呢？是当真不想当皇太帝吗？旁人不懂就算了，你与我多年至交，你还不懂我吗？什么皇太帝，什么临淄王，我就只想做个平凡的人，逃离那满目的虚伪之事，真真正正的做一回自己。谁人不想呢？不过是百般辛苦，求而不得。有些人争权夺势，有些人却避之不及，唯有造化二字罢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好像有些不一样？惯例要到了，成熟一点不好吗？也是。罢了，不提这些。今日我来是想找你一起散散心。我知道南郊有一片无主荒林，可以猎些野兔，我们散一场如何？走嘛。出来买酒？行，走。听说宁二姑娘昨日在宁安宫门口救了个叫郑宝的小太监。哦，是公主救的。是吗？我是帮了一点。唉，路遇弱小，随手解救，举手之劳，不足先生挂齿。我以为经过几桩事情之后，你我之间
还算得上是信任。郑宝虽是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，但御书房的王心义倒对他青眼有加，最近也生了提拔之意。宁二姑娘这善心一发，倒是巧得很。想不到先生对于宫中之事知晓了这么多，御书房中的事也瞒不过您的法眼。常在宫中行走，自然知道多些。那你呢？你是知道了郑宝与王心义的关系，有意要救他是吗？什么王心义、王就义的，我不过才入宫没几天，哪里晓得？是吗？连生丝的事情都知道，还有什么是宁二姑娘所不知的呢？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那是巧合。玄宁初到宫中，无依无靠，先生一意要我入宫，公主又对我百般照顾，我是出尽了风头，必招人眼红。若是没个照应，只怕他日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能救下个小太监，也许将来有用。我心思是不纯，可此事一无关燕家安危，二不为我对先生的承诺，先生却只知疑心我，这也算信任吗？你心里委屈？明明是先生自己说的，在您面前我不必装。如今我说了真话，你不会又生气了吧？罢了，宫里的事情本就是瞬息万变，你有心经营也不是坏事。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：你若卷入纷争之中，恐怕会危及自身。我既受燕灵之托，又得令尊之请，所以提点你几分。你年纪尚小，小心行事，切莫行差踏错。说的好像你多大似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那郑宝真的那么厉害，将来会被那什么王心义提拔吗？他再厉害也没你厉害。行了，把课上学的曲子再弹一遍给我听听。真要上课啊？怎么不愿上课？行啊，那就耗在这里，等落月了再回去。先生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您何苦折磨我，也折磨您自己呢？莫多话，继续谈。他到底什么毛病，非要找我茬不可？是闲的没事做了吗？早些回家去不好吗？此曲通篇相应，讲究的是每一句的句末都要一散一暗。你弹的时候弦按得太紧了，需要再放松一些。有什么问题吗？
那你为何不起来？是学生莽撞，还好秦没事。知道就好。哎，哪里来的小猫啊？好生可爱。先生，你快看！先生，你看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叫你过来是学琴，不是玩乐。你若明天还弹不好，就别再来上课了，滚回去！还说什么彼此信任，想翻脸就翻脸，喜怒无常。本还想问问他玉如意的事，现在，哼。江二姑娘，见过江二姑娘。昨日多谢姑娘出言相救。你怎知是我救的你？昨日可是公主殿下出言保的你。正宝自幼便入宫了，该明白的事自然是明白的。这宫中多是些明哲保身之人，就算是昔日好友，也无一人敢出言相救。唯有姑娘，分明素不相识，却敢在那种时候为我开口。正宝，谢姑娘大恩。但你可知道，我出言救你，目的并不单纯。失望吗？失望倒也谈不上，只是有些困惑。所以你今日来找我，是为了报恩？本是打算如此。那现在呢？您救了我，若是不说，的确目的不纯；可既宣之于口，目的便很纯粹。这倒也是，毕竟是想施恩于你，让你为我所用嘛。您很坦荡。那是你没见过我虚伪的时候。啊，姑娘，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的好人，若有一腔忠心，也该交付给值得的人才是。我呢，在这宫中只待半年，老老实实，也不干什么坏事害人，只是怕有一日处境不好，孤立无援，所以想提前找个人照应，万一遇着什么事，也不至于措手不及。您是我的恩人，若却非想要害人，正宝又有何事不能相帮呢？我这样也算得上是你的恩人。有些事，当是论迹不论心。若是论心，这世上焉有好人？有的。谁啊？我后有机会带你见见。多谢许老板的账本，方莹看后学到许多。姑娘请坐。不过，其中好像有2处误笔，账目差了些许。哦。我重新算了一下，标在一旁了，您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就这儿。
您看一下，是不是错了？也未必有错，可能是我学的不精，是我算错也不一定。确实我笔误了，姑娘学账不过短短10日，已学有所成啊。没有，方言愚钝是您教的用心。哦，对了，许老板，如今私家已翻数倍，我想请您替我将丝全卖了。哦，自然是会给您佣金的。姑娘先前帮了我和蚕农们的大忙，这佣金啊就别提了。不过现在丝价涨势大好，现在就要全部出手吗？我看了您这几年的账目，丝价涨落总有尽时，眼下行情几乎已到顶峰了，我不想贪多不得。许老板为何这样看我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行商一刀，姑娘选对了。姚姐姐，给我们看看嘛！姚姐姐，你就说嘛，这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你怎么脸都红了？哎呀，烦人！你们进来闹我。哟，这不是江姑娘吗？来的可真巧啊，正赶上姚姐姐的好事呢。发生何事了？哎，也没什么，只是娘亲传了信给我，说父亲主动跑去张家提了亲。哎呀，我不说了，父亲办事也真是奇怪，哪有我们女儿家主动的？不是，你怎么又瞧上那张哲了？定了亲再退，人家还不知道怎么非议我呢。不过我想过了，他出身不好也无妨，家有寡母也无妨，反正我什么都有，也不劳他多费心。江姑娘不也说过吗？张大人乃是人中龙凤，没什么不好的。阿西，我看啊，此等上好姻缘，你应当感谢江姑娘才是。雪宁，往日我对你多有误会，若非你直言，我许是已入迷途。多谢你，你果真是个好人。姚姑娘不必如此，姻缘天成，本就与我无关。江二姑娘真是心善，自己的姻缘还没着落呢，倒有功夫想着别人。哎，最近怎么没瞧见燕世子来找你啊？该不会你的美梦落空了吧？有怨。先生，怎么样？宫中人手折损过半，余下的皆不敢妄动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是那宫仪先生，他假借了您的名义，调动了宫中许多人手，将那玉如意避开层层查验，送入了内务府中。只因宫中之人皆是单线相连，待小人发现之时，已是晚了。果然是他。昨日黄公公查验了内务府的账册，虽说没能发现我们的实证，但却发现了先生入宫教课的时间有所不妥。小人唯恐先生遭致算计，只好冒险在御书房外提醒。没事，你做得很好。只是如今宫中风声紧，这御书房恐怕是待不下去了。你找个机会调去别处吧。是。出身高门，却肯委身寒门。雪中送炭，从不落井下石。既不势利，且还重诺。张哲，你眼中的瑶溪，怎么看都是极好的姑娘吧？你会答应这门亲事吗？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又跑出来啦？还敢在谢少氏门前胡闹，你不要命啦？看来你也和我一样，明知不可为，却管不住自己的心。玉如意之事，你们不必再插手，也不用再冒险过来找我了。玉如意，
这也与他有关。可是，如今定国公已经有所察觉，若是没有我等相助，先生在宫中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当初将你们从金陵救出来，不是为了让你们送死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不必为旁人效力，只做这深宫里面一名小太监便是。是啊，还有一事，小人从宫仪城所派之人口中得知，他们做那玉如意之事，是为了嫁祸燕家，有不臣之心。明白了，回去吧，小心被人瞧见了。是。